你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主播小静。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本书的作者叫苏珊·凯恩，是一名女性作家。她以前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现在专门从事谈判、沟通技巧之类的顾问工作，专门教别人怎么有效地表达自己。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向性格的人，平时不爱说话，不爱闲聊，也不爱社交，但是他干的这个工作是专门和人打交道的，而且他自己干得特别好。在和别人辩论或是谈判的时候，他会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一下变得特别强势。如果你自己是个内向性格，或是你周边有内向性格的朋友，那么这本书可能会让你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或是更好地和内向性格的人合作。在了解和利用好内向性格的优势后，它会给你的事业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帮助。下面我就分3个部分说说这本书的内容。第一部分，我们说说内向性格的人有哪些特征。第二部分，我们说说内向性格的人有哪些优势。第三部分，我们说如何发挥内向性格的优势。先来看第一部分，内向性格的人有哪些特征。在说特征之前，我们先来测一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内向性格的人。比如说，我们下面说几个条件，你来判断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情况。第一个，相比于小组讨论，你是不是更喜欢1对1的交流？第二个，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享受，一点都不会感觉到无聊？第三个，你是不是特别讨厌闲聊，喜欢就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第四个，你是不是喜欢那种可以一头扎下去就不会被打断的工作？第五个，你是不是每次出去玩或者是参加完聚会之后都会感觉到筋疲力尽，想赶快找一个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如果你的肯定答案越多，那就说明你的性格可能就是偏向内的。当然了，这里只是一种倾向，不是说你符合这些条件，你就绝对是内向或是外向，不能这么说。性格它有点像橡皮筋儿，天生是有一个长度的。有的人他天生就长5厘米，有的人他天生长10厘米。你说这个橡皮筋儿它是可以拉伸的，而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它又会回到原来的长度。这里我们所说的内向性格，其实就是指它在不受外部刺激情况下的一种自然状态。内向性格，它在所有的文化里面都好像是被看作一种次等的个人性格。一提到它，就是孤僻、害羞、敏感、严肃、不善交际、不合群等词联想到一块儿。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趋势呢？主要原因有2个。首先是外向性格的人，他在人数上就比内向性格的人多。在这本书里，内向和外向性格的人在人群里的比例是1比4，就是说4个人里面有3个都是外向的，只有1个是内向的。内向的人他属于少数。其次就是我们的文化，它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外向文化。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在使劲地倡导沟通，要热情，要有魅力，要有说服力，要充满活力。那对于内向性格的人来说，长期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那可就难受了。具体来说，内向和外向主要有3点不一样。首先，他们对刺激的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内向性格群体，它在生物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敏感性应激群体。他们天生对外部刺激就更加敏感。比如说，把这个柠檬汁同时滴在内向者和外向者的舌头上，这个实验检测结果就显示，内向的人他分泌的唾液会更多。再比如说，让他们自由调节音量的大小，直到达到一个自己觉得很舒服的程度。那内向者一般就觉得55分贝就特别好，特别舒服，而外向者通常要达到72分贝，他们才觉得很舒服。其次，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的精力来源不一样。外向的人他像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必须要有别人在，有人和他互动，在相互的评论中，他们才能吸收到能量，才能刷出存在感。
他们要不断的通过社交来充实自己。而内向性格的人，他们像一个蓄电池，他们从自己的内部世界来获取能量，要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们才能自己给自己充电。所以一和别人接触就开始放电，那接触的人越多，他放电的速度就越快。所以每次他们参加完聚会，他们就会感觉到精疲力尽，想要赶快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躲一会儿，给自己充充电。只要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他又会恢复精力。最后，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他们的思考路径不一样。内向性格的人一般想问题就比较慢，比较深。他们有一个想法，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说出口，绝对不会想啥说啥。他们一般都是慢思考，每次在散场之后，那个点子才会一个一个冒出来。而外向型的人，他们习惯快思考，边想边说。我们上面说了，内向和外向的3个区别，就是对刺激的反应程度不一样，精力的来源不一样，思考路径不一样。从这3个点我们可以看出，内向的人好像处处都在吃亏。你看，他们不会聊天，反应慢，敏感，容易紧张，人际关系也处理不好。那你可能会问，内向性格到底有啥优势呢？这个问题其实就看你用哪个角度来看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缺点它完全都会变成优点，会给内向型的人带来无可替代的竞争力。下面我们说第2部分，内向性格的人有哪些优势？具体来说，内向性格的典型优势它有4点。首先，内向性格的人他的创造力更强。内向性格的人都喜欢独自工作，而独自工作能享受孤独是创造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有一个实验来专门测试头脑风暴对创造力到底有没有作用，结果就显示，面对面的头脑风暴法产生的创意点子总比大家单独思考想出来的点子要少，而且质量会更差。其次，内向性格的人他的想象力更丰富，因为他们天生就很敏感，因此就很容易和别人共情，就是产生相同的情绪，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这个特点让他们有更疯狂的想象力。再次，内向型的人他更善于倾听，这在1对1的交流中会有更强烈的说服效果。在有效的交流过程中，倾听它是比表达更难的，因为每个人都喜欢表达，每个人都想要表达。你看，心理医生是不是也是这样？你去做心理治疗，医生其实就是做一件事，就是不断地问你问题，给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你自己把不高兴的事情通通说出来，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医生真懂你。所以内向型的人虽然不容易认识大量的陌生人，但是在1对1的交往中，通过倾听却更容易获得信任感，给别人以可靠的感觉，给别人安全感。而外向性格的人，他因为喜欢不断的切换话题，不断的交新朋友，因此他们在获取信任感上就不如内向性格来的有效。最后一点，内向性格他更加容易在一个领域长期的保持关注。想要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长期的关注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太频繁的更换兴趣领域，它就比较难出成果。这点上，内向性格就做得特别好。这种慢思考又会给他带来优势，因为他们想问题通常是往深了想，而不是追求广度。这就让他们能够持续性的关注一个话题，这样就会更容易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那这4个特点其实就是让内向性格的人在做出真正有料的事情上占尽了优势。他们就像花豹是一样的，虽然不合群，虽然总是单枪匹马，虽然他们的食物总是被团体作战的猎狗给拉走，但是他们自己就有能力捕到猎物呀。那谁都不用依靠，他们就是一群原创工作者，他们是价值的源头。下面我们说第3部分，内向性格的优势要如何发挥出来。前面我们说到，性格它有点像橡皮筋，虽然它有个天生的长度，
但是它是可以被拉伸的。一个内向者他必须要学会的一件事，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变成外向者，充分的表达自己。请注意，这里不是说要努力变成一个外向者，而是说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有目的性的转变成外向者。那怎么样获得这个动力呢？作者给出了一个理论，叫做自由特质理论。意思就是说，和自己定一个契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以换取自己独处的权利。比如说，你想找一个对象，但是你的性格比较内向，特别害怕和别人说话，那怎么办？好，和自己定一个契约，我要在1周内去搭讪7个女孩子，不管成功或是失败，这是任务，直到碰见喜欢的为止。那一旦有了这个虚拟的契约之后，下面就简单了呀，只需要执行任务就行了。这个时候就会获得动力。有了明确的目标之后，搭讪这件事对内向者来说其实并不难，因为这是他们真正放电的时候，比外向者表现的还要热情，还要聪明，还要幽默。像这种外向的特征，它是短暂伪装出来的，但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他们通常会做得特别好。然后请注意，在伪装完之后，还要给自己设立一个恢复期，就是在扮演完这个外向性格之后，要赶快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恢复一下电量。这个特别关键，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会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慢慢的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厌恶感的。那这是第1招，就是和自己定契约，限时段的变成外向性格。那你可能会说，我做不到怎么办？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一般情况下，按照内向性格那个心思缜密的特点，他们一定会做好充足准备的。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并不难，偶尔在状态好的时候，内向性格的人他也会表现得非常活跃的。所以变得活跃，它其实是一个动力的问题，它并不是技巧的问题。那当你变得活跃之后，你仍然克服不了自带的那种紧张感怎么办？就是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能像和自己最熟悉的人说话一样放松。那这里再说一个方法，叫做福尔摩斯观察法。那看过福尔摩斯的人都知道，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观察进行推理。像对手手上有墨水，他就可以推断对方是个老师，手指上有戒指的痕迹，他就开始推断对方刚离婚。那你其实也可以像福尔摩斯一样去观察对方，这样可以大幅度的缓解自己的紧张感。那为啥这招有效呢？因为内向性格其实内心是有一个摄像机的，但是这个摄像机它是一直对准自己的。简单说，就是他太关注自己的感受。那用这个福尔摩斯观察法，就可以把这台摄像机的方向调转到外面，让他的注意力一直注意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在这段时间内，把自己给彻底忘掉，不去理会自己的感受。这样一来，你的紧张感就会缓解很多。你看历史上那些成大名者，其实他们都是勇敢地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像福尔摩斯，他平时很少说话，但是在需要说话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超级演说家，热情奔放，口才超好。那比如说比尔盖茨，平时也不爱社交呀，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社交达人。内向型的人要像他们一样，给自己的性格赋予弹性，平时勇敢地做自己，不内疚，不自责，安安静静地做好自己内向者的角色，不试图去改变自己的性格，但是在需要的时候要勇敢地表达自己，展现出自己的才能，这样才会得到应有的成就。以上就是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的主要内容。感谢关注陪你读书，欢迎点赞分享，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我是主播小静，我们下期再会。